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今年的4月，美中贸易战开打，尽管中共强硬声称要奉陪到底，但是架不住中国的外贸业遭受严重冲击。才1个月，中共就悄悄找到美国，在日内瓦进行首次贸易谈判，并且同意从5月14号起暂时降低关税。美方将加征的关税从145%降至30%，中共也同步下调了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虽然呢这一进展超出了外界的预期，但中国的外贸业者们却笑不出来。你们疯了吧？什么关税取消了，工厂订单就能好起来啊？工价就要涨，什么大工人的时候要到了，别听他们瞎吹啊！鑫哥把话撂这，就你们工资该发多少还发多少，只能说是低不了了。那涨工资那是在做梦。工厂的订单也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根本的原因就是这几年其实普通制造业订单是去了印度、越南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更廉价。原本以为关税大战告一段落以后订单应该会多起来了，时间也半个多月过去了，订单真的没有明显的改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前段时间在抖音里经常看到，漂亮国货架上都没货，很多老百姓疯狂的抢货囤货。那么关税降低以后，采购商们应该是要补货了吧？订单要多起来了吧？到目前为止我们工厂真的还没有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跟老外的价格还没有谈妥呢？还是本应该这个时间点应该进入淡季了呢？中美关税战暂缓之后，市场行情其实没有如大家想象那样回暖。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高关税期间，美国很多客户已经找到了其他国家地区的供应链作为替代，订单已经下出去了。我们自己就有美国的客户跟我们说，订单已经下给了新的加拿大的供应商。第二，虽然现在关税降回来了，但是美国总统还是特朗普，说不定哪一天发一个推就把关税拉回来了。所以美国客户对于下订单给中国的供应商还是保持相对的谨慎。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美中两国初步达成了贸易的谈判，但中国的外贸业者们订单仍不见好转。江苏出口导向型企业绿流纺织的总监赵瑞安告诉 CNBC， 他们的公司暂停对美订单1个月。虽然现在他们准备恢复部分的产线，但是并不预期美国客户的订单会全面回流，因为有部分美国买家已经转向了其他的供应商。美国麻州桌游公司 WS Game Company 创办人强纳森·席尔瓦在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也表示，现在他们的公司仍然有9个货柜滞留在中国的工厂，急于在关税降到30%时出货。他说呢，时机极差，生产时程必然延后，我们正在努力和中国工厂及客户重新协调。而这场美中关税战带给中国人最直观的冲击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工作。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艾雷罗此前曾经做出了估计，美国3位数的对华关税可能流失600万到900万个工作岗位。他说呢，现在美中关税水平可能导致400万到600万人失业，如果关税下降20%，可能导致大约有150万到25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工厂的大量倒闭。现在市场在大洗牌，实体加工厂85%都在亏钱，10%左右呢能够持平，只有5%的可能还在盈利。你也别不相信，你可以去调查一下，现在大部分工厂都在降薪和裁员，没有订单不用说，关键是呢，有了订单也不赚钱，拼命内卷。企业为了生存，很少再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岗位。说实话，感觉2025年比口罩那3年更难。大家以为熬过去了就会迎来曙光，可现实真是如此吗？就让我来说，这么多的设备，本以为是赚钱的底气，可现在却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几年整个行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竞争对手不断的涌现，市场饱和度越来越高。为了能接到订单，不得不降低价格，牺牲利润。以前还能薄利多销，现在销量做不上去，利润又微薄，每一笔订单都做得无比艰难。而且呢，曾经给中国带来大量就业机会的台湾企业也开始纷纷从中国大陆撤离。其中呢，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广东东莞就明显感觉到这波寒意。
1000多万人口的东莞现在街上没有人，店里没有客，人都去哪里了呢？今年东莞的经济是不是有点萧条啊，还是怎么样子？但是我确实是感觉到今年厂是不是走了好多？就以前来到东莞这一块的时候，觉得遍地是黄金啊，就是去到哪都是人山人海的。但是现在就感觉确实清凉了很多。你看曾经的工业之都东莞，现在整个街道上都空无一人，都没什么人了啊。包括这个招聘的，原来的话每到招聘的季节这边都是排着队都人山人海的。现在你看寥寥无几。一名熟悉内情的女士在视频中说：“现在东莞的企业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滞留，就是东莞的火车站那边，很多人拎着包，但是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该去哪。因为我呢是在东莞做营业执照代办这一行的很多老板的情况我门儿清，人家老板连自己都养不活了。就业的形势已经严峻到什么程度了？本科毕业在东莞已经找不到工作了。”这个呢，就是2025年正在东莞发生的荒唐的现实。一名博主对此分析道：“东莞曾经是世界工厂，现在已经沦落为广东 GDP 增速倒数第一了。曾经的东莞是人均 GDP 仅次于深圳的富裕城市，也是全球非常知名的代工厂集中地。在这里有大量的贴牌工厂。为什么这几年的东莞会一蹶不振呢？而且很多工厂也离开了东莞，导致很多工业园区和街道沦为一片荒凉。第一个就是外部原因。因为我们现在的外贸出口受阻，而东莞又是对外贸严重依赖的城市，外贸出口占到了东莞 GDP 比重的 80%。而现在不光是东莞面临这样的尴尬处境，就连曾经是台资云集的浙江昆山也出现类似情形。昆山接下来可能比东莞还要惨。虽然说曾经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但是昆山在面临着产业转型挑战的同时，大规模密集型工厂的外迁，让这座城市的产业链急速崩溃，经济陷入低谷。外来人口纷纷离去。住中华园和丰宁苑的一个老乡跟我讲，今年至少30万人离开昆山。有人可能会想，台商纷纷撤离中国，那他们去哪里了呢？原来他们迁到了越南。这里是越南北宁省贵武工业区。越南北宁省现在是外资扎堆，尤其是电子厂特别多，像是三星、富士康、佳能、立讯精密等等，都在这边建设了生产基地。北宁称作是越南版的东莞。来越南工厂应聘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女孩子，看起来很像是90年代的广东、深圳、东莞电子厂一样。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深圳和东莞的电子厂也只招女孩子。现在越南这边的普通工人综合工资大约是1个月2500到3500块人民币，有些工厂呢需要上夜班加班。据说欧美日韩的外资在越南最受欢迎，他们给的工资待遇比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老板要更高一些。台商宝成工业工厂转移到了越南，让越南当地热闹了许多。看一下早上的宝源厂，这边全都是卖早餐的。现在是早上6点钟，他们上班上的比较早吧，6点钟就好多就慢慢的上班了。摩托车都是7点钟上班的。这边这摩托车过都过不了，这就是真正的高峰期了，真正的高峰了。7点钟上班的人太多了。台商曾经大举来到中国大陆办厂，给当地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但是中共对台商并不友好，尤其是在疫情封城的3年，让很多人现在想想还是不寒而栗。根据美国智库调查的数据显示，台商撤出中国的3大主要理由分别是：人工薪资成本太高，占了33%，而供应链中断可能性占了25.9%，投资政策改变占了25.2%。台商廖金章曾经在中国大陆经营企业20多年，但他毅然在2022年撤离了中国。廖金章在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1995年他刚进入大陆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底薪大概是每个月200块人民币。如果工人每天加班，1个月赚300-400块钱就算是很多了。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大陆，1个月的工资才80块钱，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拼命从内地跑到沿海上班的原因。廖金章说，2年前当我离开的时候呢，基本一个普工的工资大概是都在5000块左右，所以这个20年薪水涨了大约是25倍。让人感慨的却是，很多工人还是养不起家。为什么？因为赚的钱全部都被习近平通货膨胀给吃光了。他也表达自己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不解，
习近平当时居然下令封城，上海封城也许还可以理解，他竟然连上海港都要封掉，整个货物进口都全部中断。习近平眼里根本就没有经济，根本就不在乎中国的经济，他只在乎他的政权能不能够保得住。李梦居曾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总经理，他在2019年8月从香港入境深圳以后呢，被失踪，在中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服刑4年。他分析指出，台资撤离中国的原因和时间点。北京当局从2015年开始实行五险一金政策，包括最低的工资也要调高。很多在东莞的传统产业当时就移到了越南或者是东南亚其他国家，这是外资的第一波出走。那么第二波呢，包括中美贸易战和对 COVID-19 中共病毒的封控，也包括了因为中共颁布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法律，像是反间谍法、爱国主义教育法，这都让越来越多的台商感到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越来越多的台商把工厂都从中国大陆给撤出来了。李梦居呢也提到说，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上台以后，中共马上就公布反台独22条等法令，以此来牵制台商，这当然会让台商感到人心惶惶，而且不敢对外发表任何的意见。也确实有不少台商因为这个法令出台以后，便决定迁出了中国大陆。所以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台商外资的到来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骄横的中共却对台商一再收紧政策，加上封城和意识形态的严厉的管控，着实把台商们都给吓跑了，而这也导致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中国不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砸了中国百姓们的饭碗。放眼当今的世界，几乎也只有中共政权才能干出这样的蠢事。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